哎，你敢不敢相信啊？我跟大胖媳妇居然很有可能阴差阳错，至今未婚。说你都不敢信，咋回事呢？温迪的计划呀是年前办签证，然后24号，也就是昨天来中国。结果办签证的时候呢，出现了这么一个谁也不曾想到的乌龙事件。大使馆签证处看完温迪的文件说，我跟大胖媳妇的结婚证扫描件没有公章，没有法律效应，而我婆婆要办的是探亲签证，需要我作为中国公民给她发邀请函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个受理需要2个充分且必要条件：一要证明大胖媳妇是温迪的儿子；二要证明我是大胖媳妇的媳妇，合法夫妻。结果啊，好巧不巧，俩都没证明了。首先要证明这个母子关系，我婆婆带去了出生证明，人家一打开没有大胖媳妇名，我婆婆都懵了。那不对，她是我生的呀。完给她老公，我公公打电话才明白，原来他家这个出生证明啊是我公公去办的。那我公公不是他亲爸吗？然后我公公当年给我这俩小姑子办出生证明的时候呢，大胖媳妇已经好几岁了，那老头当年嫌费劲没给他办，完后来就忘了。也就是说他家的户口本上没有他。然后我婆婆就回家找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，他呢也不是没有证明，他就医院给他发那种随机的证明，没有父母名。也就是说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啊，只能证明他出生，不能证明被谁。哎，就是说这个大胖男婴啊，这一天的确在温哥华出生了，声音不详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他这个跟温迪这个母子关系目前是无效的，然后他跟我结婚了这个事儿呢也无效。具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，原件在北京呢，我们现在回铁岭了，我们得等过完年回北京找着结婚证原件，看看为什么上边没有公章。完我呢是有点上火，因为我觉得我婆婆只要来戏肯定挺多，关键呢我婆婆这次要跟我小姑子一起来，然后我小姑子跟我说好几回了，此行吧别有目的，她觉得中国小伙挺帅的，想来这儿找对象。我说我肯定帮你找，结果现在俩人都得重新办。然后大胖媳妇呢有点反常，多心了，这个人开始歪了。人家全家初二聚餐，全家都热闹提酒，推杯换盏的，他也不参与。我就怼他，我说全家都敬酒呢，你咋不融入呢？他说我也不是你家人啊，我就是个外宾。然后就跟我歪上了，说哎，这些年咱俩干啥呢？张开来玩呢？你这结婚证都没有公章，那8年前你领我去的是个什么地方呢？是不是一个办假证的窝点啊？当年我傻呵呵的跟你在那屋照张照片，我以为我成为了你的老公，没想到被你牵成了旗下艺人。我这还巴巴跟人说我是你大胖媳妇呢，结果只是你的胖女朋友。我说你这咋还歪上了呢？那没有公章我哪知道咋回事啊？再说你担心啥呀？咱俩孩子。他说对呀，有俩孩子，那我咋不担心呢？有了名分我是孩子他爹，没有名分我就是未婚妈妈。总之吧，这2天坍塌了，内心嘶吼着痛苦的独白：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在加拿大不能证明自己是谁，在中国也不能。我说你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咱俩看电影去吧。他还看电影名，哎妈，你找的电影都骂我，流浪地球。我的公公布莱恩在中国行窃被抓，咋回事呢？这还得从我婆婆温迪太抠说起。这么多年呢，温迪来中国送礼的方式可以说一直很节能减排。年30晚上，非常隆重掏出一盒饼干给我爷我奶，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，让早达在中间当翻译。早达跟我爷说：“太爷爷，我的奶奶让你把你喜欢的挑出来。”我爷说：“我不饿。”早达说：“我的奶奶说快点挑。”我爷说：“你告诉你奶，她太热情了，我都爱吃，不用挑。”早达说：“我奶说，但是这饼干有60块，其中20块是你的，剩下40块是送给其他2个人的。你已经吃了1块，还有19块，你快点挑，因为他一会儿就要走了，盒子得带走。”哎呦我的妈！布莱恩呢完全不一样，温迪抠门，他大方。温迪来了中国4回，第一次来之前换了1万块钱人民币，到现在还剩9800，都让他藏起来了。然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被布莱恩发现了，给偷了。我发现这事儿了，布莱恩让我别说。然后我们在铁岭过年，布莱恩看放鞭炮真热闹，真好看，就跟我说今年咱家放鞭炮全我请。然后怒买了1400块钱的鞭炮和礼花，晚上我们出去放。温迪乐呵搁那看，我说温迪这大烟花多好看。温迪说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跟你说哈，我非常不理解那些花钱买烟花放给别人看的人脑袋得多大。你看我往这一站，整个小区鞭炮烟花尽收眼底，我看俩点了。我问你，我花钱了吗？我花1块钱了吗？布莱恩说他没有，他花了1400。这2口子性格反差可太大。我婆婆来中国这么多回，因为语言不通，融入性极差。布莱恩不一样，他融入不需要语言就硬融入。最好笑的是有一天我们在家吃饭，我爸新买的毛衣他扎得慌，我爸就给脱了，然后我爸跟我爷说让我爷随便找个衣服借他穿一会儿。布莱恩看着我爸突然脱衣服，问大胖媳妇这是什么习俗啊？大胖媳妇也是瞎解释，跟他爸说反正每年喝酒就喝到这个量的时候都有这么个仪式，固定节目大概表达的就是脱衣为盟，今晚必须喝透。布莱恩说我虽然听不懂啥叫喝透，但是面对热情我从不 say no。Yeah baby。这顿饭喝了2瓶好酒，都是布莱恩把温迪的钱偷出来买的。酒喝差不多了，温迪劝布莱恩快点走，布莱恩说酒没喝完呢，不走。温迪说没喝完呗，不是你的酒。然后我给你们重现一下当时的布莱恩啊。假如说，我说假如我说这个酒就是我们的酒，你的钱买的，1100一瓶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温迪说我会掐死你。布莱恩吹牛。
但是啊，布兰的大姐在后边。该说不说，人布兰心态是真年轻，融入啥都快，我真羡慕。我想年轻还得靠雅诗兰黛白金6D 黑钻眼霜，带娃操心，眼部保养要到位，配合血丝按摩棒抚平眼周纹路，眼睑往上提，泪沟也照顾到，独家专利色提因，眼周轻松坐上逆龄时光机。布兰和温蒂马上要离开铁岭了。其实温蒂心底还是个很善良的人，他发现我爷现在腿脚特别不方便，想走之前送一个轮椅给我爷，就跟布兰去轮椅店了，看上一个挺好的。温蒂说要不就这个吧。布兰说咱们钱够吗？温蒂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我手里其实有钱。布兰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你手里其实没有。 I don't think we have enough money. 哎呦我的妈！爷爷，你胆子挺大呀！最近呢生了一点小病，做了个小手术，先不要同情我。平时你在家想躺下，这个找你那个找你，全是事儿。现在往这一躺，啥也看不见，啥也不操心。我对外说呀，这个借着休息，我也要提升一下自己，读读书。但实际上呢，我这几天开心快乐做最好的自己，每分每秒都在不断努力。医生啊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手术之后啊，好好照顾你老婆。大胖媳妇说那肯定的。但是他对照顾这个词儿呢，他有他自己的理解。我说你呀就在家管好孩子就行，你不用来管我。他说我一定做你最爱吃的东西给你送过去。在家做好了菜，摆完了盘，还用保鲜膜都裹好了，送到了医院。一打开哈，不是汤，不是粥，是厚切的3分熟大牛排。在病床前就硬给你伺候出一种茹毛饮血的感觉。我都不再觉得我在病中，我觉得我就是武松，我就是武松，我要打虎。关键呢，牛排也就牛排了，他忘带刀叉了。他说媳妇你别着急，我出去给你要。然后出去之后挨个护士站问你有刀吗？我说你可别问了，你再往里走就是肛肠科。搁那个地方，你说他敢给你刀，我也不敢用啊，我也不敢用啊。但挺贵，牛排咱不能浪费，就只能拿手直接抓着啃，都滴血。他说其实我这个菜哈挺有巧思的，我给你选的这块肉是 beef rump， 就是牛屁股上最好吃那块肉。巧了，没有带刀叉，你只能啃。所以你面前这道病号餐的名就叫肯定能行，肯定能行。然后我妈在铁岭听说了，给他骂了。啃什么定肯定？接下来这3天啊，就清淡，只有清淡，你懂不？我也不知道大胖媳妇是咋回事，有时候记汉语它是错乱着记的。她早晨听的就是清淡，到晚上就记成了淡清。夜深人静，大胖媳妇摆好了20个水煮蛋，不自理蛋，不自理蛋。然后我呢恢复挺好，提前就出院跑家去了。回家发现妈就走了3天，翟奥达居然瘸了。我说翟奥达你怎么能瘸呢？翟奥达说我就在家蹦蹦床，学我爸后空翻掉出来了，脚崴了。我就纳了闷了，都说爸爸带娃活着就行，我看活着咱也费劲。哎呦我的妈！没事，妈有新东西，这小度天天闺蜜机，27英寸的类纸屏，追剧超爽，不伤眼，还能自动唤醒。小度，什么事？我要看张彩玲脱口秀，能唱 K， 配上送麦克风，这立体环音音效，随处可 party， 不能 AI 健身，这小人会同步我的动作，进行 AI 实时纠错打分，这就好像请了个私教，又不比我办卡。我后来实在忍不住，我问大胖媳妇，我说孩子摔着的时候你干啥去了？她说我在拉屎。我说你怎么老拉？你一拉一泼怎么那么长时间呢？大胖媳妇说我2天吃了25个蛋黄，那叫一个干呐，那叫一个干呐！哎，我感觉我都那种开到8指了。我当时真有心，我就顺转抛得了。我本来寻思吧，回家了挺好的，但是我妈又做了一个失策之举，非得让大胖媳妇给我补。大胖媳妇根本不知道啥叫补。我妈说，就比如买个鸡，比如买个甲鱼。然后我妈知道她啥事儿，老爱问我，就跟她说，你别老问她，你让她静养。你去趟菜市场，能补的这些食材你都能买回来。大老爷们这点事办不明白吗？大胖媳妇呢也努力了，带着翟奥达一起去的市场。鸡呢办的没毛病，到处问，我要本鸡。人家没听懂，她查一下词典啊，我说的没有错 ，stupid chicken，stupid chicken，yeah。给我挑一个最 stupid 的。至于乌龟呢，稍微有点难，翟奥达还一直帮他爸去搜啊。乌龟是 turtle 这儿 stupid chicken 这也没有 turtle 啊。爷俩在市场室内室外走了2大圈，最后还真买回来俩。但是呢，有点困惑。回家时候问我，龟买着了，是吧？3厘米大不说，这咋还印个小猪佩奇呢 ？stupid turtle 啊 ，stupid turtle 啊。